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中国债市出现动荡，央行出手干预，阻止收益率下滑。投资者仍看好政府债券，认为经济低迷和风险偏好下降将支撑牛市。央行干预加剧了市场与监管机构之间的争斗，但也有人趁机进行短线交易。下一条，随着更多国家首次转向进口，预计全球液化天然气需求将进一步增长。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正在兴建一座工厂，以扩大阿联酋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能力。市场预计未来1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长 14%， 高于其他预测。接下来这条，潜在的哈里斯沃尔兹政府在贸易方面可能与现任拜登哈里斯政府不同。卡马拉·哈里斯在成为乔·拜登副总统之前的记录，以及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如何处理这些问题，让至少一些贸易倡导者猜测，如果民主党在11月获胜，可能会对该主题采取新方法。下面这条，澳大利亚黄金矿商 Evolution Mining 遭遇勒索软件攻击，影响其 IT 系统。公司已采取措施调查事件，并向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中心报告。事件预计不会对运营造成重大影响。下面这条，全球股市涨幅受阻，因交易员准备迎接本周公布的一系列美国数据，这些数据将揭示全球最大经济体和美联储利率前景的健康状况。下一条，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企业盈利预测疲软将限制股市上涨，预期标普500指数将在5000点至5400点区间内交易，预计分析师的盈利下调将多于上调，而美股也受到美联储加息迟缓、经济衰退担忧的影响。接下来这条，机器人技术通过生成式 AI 快速发展，使类人机器人能够实时学习新任务。OpenAI 的 Figure 和特斯拉的 Optimus 机器人展示了视觉推理和自纠正行为的能力。NVIDIA 通过 Omniverse 和 NIM Microservices 推动人类形态的发展，允许机器人适应现有环境并与人类协作。让我们关注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尽管特朗普反对电动汽车政策，但特斯拉仍在游说政府为其提供补贴。马斯克接受补贴的务实态度反映了他对目标的 broader 关注，即他的目标可能与特斯拉的短期利益不符。让我们关注美股期货小幅走高，投资者密切关注通胀和经济等关键信号。市场预期通胀数据和零售销售将进一步影响波动性，判断美联储9月降息幅度。让我们关注ETF 热度激增，威胁到单一管理账户的地位，后者此前已被 ETF 瓜分。接下来，美股周一表现不一，因华尔街为本周一系列关键经济数据信号做准备。由于近期市场持续波动，本周经济数据备受关注，可能继续加剧波动。投资者预期通胀数据和消费数据将影响市场情绪。美联储9月降息预期升温，多数交易员预计降息25个基点，另有 48% 预计降息50个基点。下面这条，捷兰航空通过忠诚度计划 TrueBlue 担保的债券发行，计划筹集 31.5 亿美元，以提高流动性。接下来，受中国金属需求触底反弹提振，铜价从5个月来的最低收盘价反弹。最后这条是，美联储政策转向预期提振金价，但生产者价格指数和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可能强化通胀风险，为金价上涨带来阻力。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